汽车简报，6度团队为您制作的汽车简报。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1大汽车出口国。BBC，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在2023年第1季度超过日本。这是由于对电动汽车的需求增加，以及对俄罗斯的销售增加。自乌克兰战争以来，中国出口激增，包括特斯拉的中国子公司上汽集团、比亚迪、吉利、奇瑞和长城在内的中国汽车制造商都受益于向电动汽车的转变以及俄罗斯制裁提供的机会。特斯拉位于上海的超级工厂目前年产能为125万辆，并计划进一步提高产能。惠誉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需要关注价值，而不仅仅是价格。南华早报，惠誉分析师表示，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的年增长率将超过30%，电动汽车预计将占中国所有汽车的35%。该报告预测，传统汽车制造商将进入汽车智慧、销售和基础设施等新领域，因为当前折扣战中提供的价格变得不可持续。同时，报告还指出，新能源汽车虽然在功能性和舒适性方面优于传统汽车，但在采用快速充电和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系统方面，在资本和监管限制方面存在困难。美国环保署新电动汽车法规削弱美国、加强中国的10个原因。Heritage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致力于气候政策的组织 SAP 声称，拟议的新 EPA 法规要求，从2030年开始销售的新车中至少有60%是电动汽车，这将增加美国人的成本，因为昂贵的充电和电池更换将成为常态。该组织还贩卖错误资讯，称全球变暖是骗局。他认为拟议中的电动汽车、电池、充电站的成本和电力需求的增加将使美国人在未来难以升级他们的汽车，限制未来的流动性，并导致财富不平等的进一步加剧。松下加快电动汽车电池推进50亿美元投资计划。日经亚洲，松下宣布计划在2023财年投入创纪录的7000亿日元 50.5 亿美元资本，其中1半以上将用于增加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该公司预计将扩大北美的 EV 市场，并优先开发电池，以满足汽车制造商日益增长的需求。捷豹路虎车主接近选择英国作为超级工厂。英国每日电讯，塔塔汽车旗下的捷豹路虎 JLR 正在西班牙和英国之间决定作为其电动汽车电池工厂的所在地。此举被视为对英国汽车生产的未来至关重要，因为迫在眉睫的禁止销售新的汽油和柴油汽车。据悉，英国已经为超级工厂提供了财政支持。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 Jeremy Hunt 本周早些时候表示，该国有望迎来电动汽车行业的好消息。捷豹路虎最大的竞争对手日产是唯一一家拥有国内电池供应的英国公司。现代和起亚同意就盗窃问题达成2亿美元的法律和解。CNN， 韩国汽车制造商起亚 Kia 和现代汽车 Hyundai 已同意达成一项估计价值2亿美元的集体诉讼和解协定，声称两家公司的许多汽车和 SUV 太容易被盗。该和解协定提供总计高达 1.45 亿美元的款项，将分配给车辆被盗的车主。有问题的车辆2015至2019年现代和起亚车型，包括现代圣达菲和图森，以及起亚 Forte 和狮跑，当配被交钥匙点火装置时，被盗的可能性大约是其他类似年龄车辆的2倍。根据公路损失数据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这些车辆中的许多都缺乏大多数其他车辆中包含的一些基本的汽车防盗技术，即使在那些年也是如此。中国的资金为阿斯顿、马丁争取了更多时间，但不是电动未来。英国每日电讯，阿斯顿马丁从与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的新合作伙伴关系中筹集了5亿英镑 6.87 亿美元的资金，使这家陷入困境的豪华汽车制造商的价值达到 21.7 亿英镑。所得款项将用于支援该公司进军电动汽车以及基础设施和品牌扩张。这是亿万富翁劳伦斯·斯特罗尔 （Lawrence Stroll） 自2020年控制该公司以来的第5次融资，还将帮助偿还该公司 8.7 亿英镑债务的一部分。人工智慧是新的 ESG 领域。金融时报，摩根士丹利表示，正在进行的人工智慧辩论就像讨论 ESG 资产的早期阶段。在 ESG 中，投资者将其投资组合分为 ESG 积极和 ESG 消极叙述，然后以新范式重新评估其持股的终端增长。
新兴的人工智慧投资可能会经历同样的分叉过程，围绕盈利预期、获利率假设和终端增长存在问题。与电动汽车的兴起相比，最初是有利的，但人工智慧的颠覆范围更广。摩根士丹利的客户希望简化预测过程，以就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进行对话。起亚修改其最畅销的 Seltos 坚固的中路紧凑型 SUV。加拿大环球邮报，起亚的目标是保持其与 Seltos 紧凑型 SUV 的成功运行，因为它在加拿大是常与15个竞争对手竞争。根据该公司战略规划总监 David Sherrard 的说法，2024 Seltos 进行了改款、技术升级、新变速箱和新的顶部装饰线。它的重点是吸引即将组建家庭的城市和郊区单身人士和夫妇。起亚加拿大营销总监迈克尔·科普克说 ，Seltos 的起价位$25,195，预计每年销售2万台。谢谢收看汽车简报。